非有消息，英国维珍航空最近说，他获得了历史上最好成绩。他在2024到2025财年收入达到了33亿英镑，税前利润2.3亿英镑。由于上个财年他的利润比较少，只有4800万英镑，因此等于利润直接翻了5倍。英国维珍航空拥有全球第2大的全宽体机队，多年来只运营宽体客机。现在它的机队组成是15架空客 A330-300 和330-900， 12架 A350-1000 和17架波音 787-9， 共有44架宽体客机。由于国泰航空和新加坡航空在疫情后纷纷引入了单通道客机，所以它只比阿联酋航空差了那么一点点。维珍航空在20年前鼎盛一时，那时它拥有数不清的波音747和空客 A340。维珍航空的客舱配置比较豪华，搭乘维珍航空的波音747或空客 A340 横跨大西洋前往美国，曾经是十分上档次的事情。但是随着双发客机的兴起，维珍航空逐渐失去了竞争力。在疫情之前，它的机队规模就从50架减少到了40架左右。疫情袭来时，它一度无法招架，曾经在2020年被迫向英国法院和美国法院同时申请破产保护。不仅如此，维珍航空集团旗下的维珍澳洲航空也在2020年因为债务堆积高达50亿澳元，被迫进行了破产重组。陷入困境的维珍集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，包括退役老旧飞机、引入新的资金、调整航线网络等等。美国达美航空积极对它实施救助，据称投入了12亿英镑。创始人理查德·布兰森也慷慨解囊，又投资了2亿英镑。这样，在破产法的保护下，维珍航空逐渐度过了难关。维珍航空是西方民航业界比较晚恢复盈利的航空公司，也是大家认为前途依然不妙的航空公司。主要是在它拼命完成4发到双发的转换之后，载体客机开始在跨大西洋航线上兴起。波音737 MAX 和空客 A321neo 的燃油效率更高，是波音787和 A350 无法企及的。虽然维珍航空的服务很好，企业经营水平很高，但是它的业务重心集中在了跨大西洋航线上，过于单薄。如果不能发挥转机优势，在东半球也布置等量航线，就等于瘸了半条腿。它在2022年退出了经营30多年的香港市场，后来又放弃了上海航点，被认为加重了瘸腿的问题。在撤出香港和上海之后，维珍航空将运力投入到了印度市场。现在它在印度拥有孟买和新德里2条航线，然而是否盈利现在还看不到报道。香港现在的民航市场非常活跃，国泰航空有一家独大的势头。国泰航空同样不使用俄罗斯领空，因此维珍航空如果恢复香港航线并不吃亏。现在飞友们都在热切盼望维珍航空及早恢复香港航线，发挥自己的联通优势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